2011年，纽约尼克队在交易截止日前进行了一笔重磅交易。尽管他们上半赛季在 Amar'e Stoudemire 的带领下表现不错，尼克队仍觉得需要做出大动作。他们没有采取明智的做法，等待休赛期签下甜瓜，而是用半支球队在赛季中交易来了甜瓜。部分原因是甜瓜非常坚持在2011年赛季停摆之前，从尼克队获得一份大合约，因为当时没有人知道新的集体谈判协议将如何改变合约的运作方式。总而言之，大家好，我是康彻，今天我们将回顾甜瓜 Carmelo Anthony 在纽约尼克队的时光。2011年2月甜瓜加盟后，尼克队以42胜40负的战绩结束了赛季，并在第一轮被波士顿塞尔提克队横扫。但这也没关系，完全在意料之中，大家都认为他们今年不会走远。在交易甜瓜后，球队丢去了大量板凳深度，而且他们在季后赛开始前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培养默契。隔年2011-12赛季，联盟出现了停摆，球队在赛季开始时表现不佳，前20场比赛仅取得7胜13负的战绩。此外，甜瓜和阿嬷也都伤病缠身，聚光灯焦点转移到了另一个人身上。没错，2011-12赛季完全属于林书豪的赛季。林书豪整个赛季都在板凳上，直到一系列的伤病给了他等待已久的机会。在他作为先发球员的前10场比赛中，他以场均24分和9次助攻带领尼克队。在2月份，他帮助尼克队点亮季后赛的希望，以10胜4负的战绩带领他们，表现达到全明星级别。这绝对是本赛季最大的新闻，大概也是尼克队10多年来最棒的消息。但随着赛季的推进，热潮逐渐消退，总教练 Mike D'Antoni 选择辞职，新任主教练 Mike Woodson 以18胜6负的出色战绩结束了赛季，并在联盟中获得了前5的防守，远比 Mike D'Antoni 担任教练时好得多。Tyson Chandler 甚至赢得了年度最佳防守球员奖。在 Woodson 担任新教练的情况下，一切进行得相当顺利。在4月，甜瓜对阵芝加哥公牛队时，他连续飙进2颗3分逆转比赛，这绝对是甜瓜生涯经典。Anthony for three, puts it in, next by one. 他们以第7名进入季后赛，但他们仍然在第一轮输了。这次是5场比赛输给了最终的冠军迈阿密热火队，跟去年一样，大家都预测尼克会输。这也是阿嬷暴打灭火器导致手部受伤的那年。他在第4场比赛中回归，并通过一场好表现为自己挽回了面子，帮助球队赢得了唯一一场胜利。本季也是阿嬷开始走下坡的赛季，尽管在29岁之前就6次被选入全明星赛，但他的膝盖却每况愈下，部分原因是他说自己在赛季停摆期间增重了。同样的事情也曾发生在甜瓜和联盟中的许多其他球员身上，由于停摆期间额外的休息时间使得他们在赛季开始时状态不佳。甜瓜在这年赛季的得分是他自2年级以来的最低点，而且他的各项命中率也都低于生涯平均。时间快转到2012-13赛季，尼克队迎来了那个时代最好的一个赛季，54胜是自1997年以来最好的战绩。甜瓜也打出了他职业生涯中最好的一个赛季。他大部分时间都打大前锋，场均接近29分，成为了那年 NBA 的得分王。他甚至还获得了一张 MVP 第1名选票，阻止了 LeBron 成为史上第1位全票通过的 MVP。此外，在赛季开始前，尼克队非常想要留住林书豪，但火箭队给他开了一份毒药合约，合约为期3年，总金额$2500万，但前2年年薪为$500万，第3年为$1500万。尼克队担心第3年会被征收高额的奢侈税，因此他们放弃了林书豪，这惹怒了很多球迷。林来疯是尼克队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最令人兴奋的事情，就这样结束了。无论如何，随着新赛季的开始，尼克队组建了一支全新的球队，完美的互补了甜瓜的打法。尽管他们签下的球员大多都非常的年长，当中包括39岁的 Jason Kidd、38岁的 Rasheed Wallace、38岁的 Marcus Camby、35岁的 Kenyon Martin、35岁的新秀 Pablo Prigioni， 还有40岁的 Kurt Thomas。他们成为全联盟年纪最大的球队，而且这些球员中的大多数还有不少上场时间，也难怪尼克队在经历了一个好的赛季后就迅速下滑。他们还签下了 Raymond Felton，
他在尼克队的第一个赛季表现还不错，而 J.R. Smith 则打出了职业生涯最好的赛季，赢得了年度最佳第6人奖。Steve Novak 也保持了出色的3分表现，唯一的遗憾是阿嬷接受了膝盖手术，只打了29场比赛，但诚实说，尼克并不需要他，这时候他们已经做了决定，这是甜瓜的球队。同时拥有2名用眼神防守的巨星对他们来说确实不好。总的来说，这年的尼克尽管年纪很大，但还是非常扎实。他们最终突破了季后赛首轮，但在第2轮输给了印第安纳6马队。甜瓜表现不错，但是队友不给力，就这样结束了。当时没有人知道，这将是甜瓜在尼克队最后一次进入季后赛。在接下来的2013-14赛季，队上的每位球员都退步了，唯一的例外是阿嬷，他从板凳出发，打出了一个复出赛季。球员的退步加上老将们纷纷退休，这导致了一个平淡无奇的赛季，只赢得了37场比赛，完全无缘季后赛。不过，尼克队还是有令人期待的时刻。在赛季接近尾声时 ，Phil Jackson 成为了尼克的新总裁，并且解雇了 Mike Woodson 和整个教练团。像 Phil Jackson 这样的人加入球队是件好事，他是个拥有丰富冠军经验的人物，不过那是作为教练，而不是作为管理阶层。进入2014-15赛季，球队开始了重建，甜瓜做了膝盖手术，缺席了半个赛季。阿嬷、J.R. Smith 和 Iman Shumpert 都在交易截止日前被交易走了，所以现在是时候摆烂了。在 Langston Galloway、Shane Larkin 和 Tim Hardaway Jr. 这3位高手的带领下，尼克队以17胜65负的战绩结束了赛季，是联盟第2差的战绩。更惨的是，他们在选秀中只拿到了第4顺位，并用他选了 Kristaps Porzingis， 再次让球迷失望。不过 Porzingis 在新秀赛季证明大家是错的，他迅速成为球队的核心，再加上休赛期间签下的 Robin Lopez 和 Aaron Aflalo， 尼克队正在悄悄地采取行动，目标重返季后赛。至于甜瓜，在我看来，这是他在尼克第2好的赛季，尽管数据看起来并不突出，但他的打法发生重大改变，开始更多的传球，甚至创了新的个人平均助攻数。他非常无私，也成为了 Porzingis 学习的榜样。尽管纽约媒体可能会说他们不合，但 Porzingis 表示，我不认为情况会是那样，他一直很忠诚，我认为他热爱纽约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甜瓜，很多时候，当他持球时间过长时，连在主场也是嘘声不断。尽管 Phil Jackson 继续采取行动试图进入季后赛，但这并没有奏效。到2017年夏天，甜瓜终于被交易了，以一个平淡无奇的方式结束了那个时代。甜瓜在7个赛季中，尼克队只进了3次季后赛，最远闯入了第2轮。很多人会说尼克队的甜瓜实验失败了，但说实话，这比2000年代中期的尼克队表现要好得多。甜瓜从来没有抱怨过任何事情，他为尼克队的失败承担了所有的指责，尽管大部分责任应该归咎于管理层。每次球队输球时，甜瓜都成了替罪羔羊，我认为这是不公平的，其他队友的表现也好不到哪里去。甜瓜是一个喜欢持球单打的球员，我认为大多数球迷只是对他的出手次数过多和眼神防守不满意。好的，今天就到这里。这个时代里，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？你认为尼克队可以在为甜瓜组队方面做得更好吗？留言告诉我。非常感谢你们的观看，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我们下次再见。